7月21号，代号为“织女星计划”的台湾航空涡轮发动机自研计划被喊停了。其目的呢是仿造美国 F124发动机。该计划在2018年启动，到2023年已经耗资1.71亿新台币了。但台湾防务部门呢，经过评估发现，该计划的进展相当缓慢，而且效益不大，故而将其喊停了。美国在战斗机发动机领域一直位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动机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何大家都仿造不出来？今天大兵呢就和各位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1992年，经国战斗机服役之后呢，由于其发动机性能不足，再加上美国对于该发动机的限制，让台湾有了自研发动机的想法。织女星计划作为空军下一代主力战机研制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本呢，计划通过提升 F124发动机的性能，为新一代战机设计推进系统。若这一阶段成功，将进入第二阶段进行原型机设计与制造，并预计在2026年生产6架测评机进行各项测试。F124发动机是台湾与美国汉威联合公司在30年前合作的成果。当时呢，台湾派出了12名学者赴美研究，但其核心技术由美方掌控。80年代中期，参与 F124发动机研发的这批青年已进入壮年，经过多年的从工作中学习，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涡轮扇发动机设计各方面已学有专精。正好与美国联合开发的 F124项目也即将进入尾声，台湾航空需要一个新的项目。1984年，航空所热气动力学组组长管志宏博士在某次会议中谈起了台湾自研发动机的事情。当时呢，他雄心壮志地在会议上宣布，涡轮扇发动机我们能做。于是呢，在说服了国防部各参谋之后，在86年7月，涡轮引擎研发计划由管博士担任计划主持人。该计划的结果就是台湾雄2E巡弋飞弹所使用的鲲鹏发动机，整个研发过程只持续了5年。鲲鹏引擎为双轴设计，气流由涡轮带动前端的扇流入，经压缩器将空气加压进入燃烧室，高压气体经过燃烧产生高温高速的气流，再推动涡轮排出发动机尾部，产生强大推力，提供飞行器的动力来源。虽然鲲鹏发动机只是一种小型引擎，但其成功开发的经验让台湾充满了信心，打算自产战斗机所用的涡轮发动机。然而台湾的研究团队很快就撞上了技术壁垒，因为发动机热锻材料要耐高温，以及耐高压、超高离心力和不变形，而这种材料学难题呢，不是通过逆向工程就能解决的。一台发动机从纸面的设计数据到最终装机服役，需要一个漫长的研制过程，而这其中呢，包括了最初的论证到方案，再到进行技术验证的工程研制阶段，之后才能设计定型，最终生产定型，投入批量生产。航空发动机研制周期过程和主要任务，目前大部分航空发动机都是属于燃气涡轮型，民用客机的发动机突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军用发动机呢，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追求更大推力以及开加力时的最大推力。由此可见，航空发动机领域中最强者呢，必然是军用航发，而军用发动机算是人类科技的巅峰之作了。具备研发、制造和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一般呢都不会轻易出口自己的技术，只出口发动机成品，有的甚至连维护都需要送回原产国。显然，台湾自研发动机的失败乃是意料之中。接下来，大兵就来说一说复刻发动机的具体难点。举个例子，有人给了大兵一台军用航空发动机，要求大兵复刻一个一模一样的，如果成功就能获得10亿美金。想要复刻一台机器，首先要对其进行拆解，了解其构造。但大兵很快就遇到了第一个难点。如果说是外形复刻，那还好说，有个照片就能复刻个七七八八。比如说俄罗斯的图160就是通过 BEB 照片复刻的。但是发动机的复制如果没有图纸介入，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以全球最畅销的涡扇发动机波音737所采用的 CFM56 发动机为例，当大兵拆解 CFM56 时，就会发现发动机叶片上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覆盖着许多小气孔。这些气孔呢，可不是随机分布的，它们都是经过大量的空气动力实验所确定的散热孔。
如果没有图纸定位，气孔位置不对，轻者呢会影响叶片散热，导致发动机性能下降；重则导致叶片平衡不均，在涡轮高速旋转时直接爆炸。就算大兵通过手段成功地搞到了发动机的图纸，可以进入设计阶段，但接下来同样还有不少难点。一台涡轮发动机可以分为数个部分，比如低压压气机、9级高压压气机、1级高压涡轮和4级低压涡轮，中间还有一个环形燃烧室。如此之多的零件和结构，其工作的温度、压力环境不一样，理所当然对材料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以涡轮叶片为例，工作环境上千摄氏度，1分钟数万转，使用多种金属混合制造，而且比例也各不相同。因为在靠近燃烧室的叶片承受的温度较高，材料呢也得用耐高温的。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涡轮叶片主要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制造的空心叶片，叶片内部的空心结构有着特殊的走向和构型，而且为了避免分体铸造造成的应力集中和结构缺陷，叶片和叶盘要求一次性铸造成型，具有很高的工艺难度。除了涡轮之外，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宽弦叶片的制作也需要很高的工艺。想要在维持性价比的情况下压发出一种适应某个位置的材料，需要上万次实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台湾织女星计划就撞在了这堵南墙上。同理，除了涡轮叶片之外，发动机各个部件所使用的材料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呢，涡轮为高温合金打造，其他部分有的使用了复合材料。比如树脂机复合材料 F22 采用的普惠 F119 外涵道机匣用的就是材料，在成本可控的同时还能够承受400度的高温。就算大兵再次动用神秘力量解决了材料学问题，也不代表能够制造出一台优秀的航空发动机，因为加工工艺是最后的拦路虎。以目前主流的单晶涡轮叶片为例，精铸工艺要求是 0.1 毫米的误差，这样才能保证每个叶片都可以正常工作。要让各种合金材料放在一起加工，就需要掌握高温合金的加工技巧和焊接工艺。然而，涡轮叶片通常具有复杂的3维曲面，测量包括在几个位置的叶片横截面、前缘半径、后缘半径、根部形状以及冷却孔的位置和大小，这使得传统的测量方法难以满足精度要求。一般需要使用一种名叫做5轴非接触扫描精密测量机的东西来进行精度检测。因此，想要制造涡轮发动机，不仅要掌握其制造工艺，还要掌握与之相关产品的制造工艺。比如说，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使用 OGP 的设备，对涡轮发动机叶片精度进行测量和校对。该公司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测量系统研发公司。近年来，美国开始实施了微米和纳米级技术国家关键技术计划，五角大楼成立特别委员会，统一协调研究工作。美国目前呢，至少有30多家公司研制和生产各类超精密加工机床，比如国家劳伦斯佛摩尔实验室、摩尔公司等，在国际超精密加工技术领域是久负盛名。同时利用这些超精密加工设备进行了陶瓷、硬质合金、塑料和玻璃等材料不同形状和种类零件的超精密加工。其精度呢，要求有多高？大兵举一个例子，美国航空航天局为了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对物质质量能够影响时空的预言，从1963年就开始筹备，但直到2004年才发射了一个利用高精度陀螺仪的测量装置引力探测器，用于检测地球重力对周围时空影响。其中呢，陀螺仪的核心部件石英转子的真球度达到了 7.6 纳米。什么意思呢？如果把这个近4厘米的小球放大到和地球一样的大小，那么其最高海拔和最低海拔仅相差 2.4 米。所以说，想要制造一台飞机发动机，不仅要掌握其本身的制造工艺，还要与之配套的大量其他行业科技力量的支持。假设大兵经过千辛万苦，终于造出了一台发动机，准备找卖家去收10亿美金的尾款，幻想着过上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方便面里都要放2个煎蛋。但是卖家看了看发动机，直接来了一句：“机器你是造出来了，我怎么知道它能不能动呢？”这就要说到发动机在软件上面的难点——飞控系统。涡扇发动机气流控制主要是分为2个方面。第一呢是压力的控制，第二是温度控制。
比如战斗机想飞得快，就要提高喷口的压力，但压力提高不仅需要更大的进气量和燃料输送量，其产生的更高温度很有可能会直接融化某些部件。同时，发动机转速不同，其产生的振动频率也不同。如何防止发动机产生喘振？而且作为一架军用航空发动机，其效率也是国会老爷们考虑的重点。在燃料消耗和速度之间选取最佳点，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以上这些呢，在飞机性能不足的时候，可以通过仪表盘借助飞行员的大脑和经验来控制。但进入超音速时代，仅靠人力已经无法控制发动机了。现代航空发动机基本都采用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简称 FADEC。FADEC 系统呢，由大量感受航空发动机工作状态和环境信息的传感装置，对信息进行逻辑判断和控制运算的计算装置，把计算结果施加给航空发动机的控制装置，以及在它们之间传递信息的机械、电缆和管路等组成。控制计算机子系统呢，分为电子控制器和嵌入式软件两部分。数字电子控制器是 FADEC 系统的核心部件，它处理来自各种传感器和开关装置的信号，把现实中发动机的各个状态转化为数字信号，并且由其内部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处理和诊断，对发动机的状态进行调整。而每一台发动机其技术参数都完全不同，一个喷油嘴延迟 0.01 秒都有可能造成毁灭的后果。因此，飞控软件的开发、电子计算机的性能都缺一不可。那么聊了这么多，想必各位观众都已经明白，想制造一台航空发动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不只是需要某个公司所拥有的技术积累，还需要其所属的政体能够提供所适应的土壤。想必有观众会好奇，制造发动机如此之困难，如通用电气、普惠这种发动机制造巨头是如何从零开始到领先全世界的？美国又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航空发动机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呢？这段故事啊，不仅有普惠通用电气出场，还有贝尔德仕隆、洛马等一众美国知名国防公司牵扯进来。各位且听大兵慢慢道来。有的观众可能意识到了，刚刚大兵在形容美国航空发动机研发历程时，用到了从零开始一词儿。没错，在喷气式发动机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呢，美国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早在二战爆发之前，英国、德国甚至是西班牙都已经诞生出了喷气式发动机的专利。1939年8月，德国工程师汉斯·冯·奥海因将一架非常原始，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喷气式涡轮发动机装在了 HE-178 飞机上，并且完成了一次时间不长的飞行。但即便是这样，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喷气式飞机，其发动机推力仅为 4.9千牛。而英国在2年之后也完成了首架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有的观众可能会问，美国当时为什么不去赶这波喷气热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呢还没能从大萧条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另一方面，就是美国当时的一切制造都是在为战争服务，而新技术无法马上形成生产线。1941年春天，当时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亨利·阿诺德少将访问英国，与英国人进行磋商时，他看到了英国惠特尔喷气式发动机的实验机。当时呢，英国人对这项技术并不重视，德国也正在秘密研究，但没有任何消息传出。阿诺德少将凭借着本能意识到该发动机所蕴含的力量，所以利用英国急需美国的支持这一点，免费获得了该发动机技术。回国后，阿诺德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新发动机的开发委托给合适的制造商。当时呢，美国有相当一批成熟的飞机制造商，比如艾力逊、赖特和普惠公司，但阿诺德并没有考虑他们，因为当时这些公司都在全力生产螺旋桨战机，以满足陆军的需求。同时，他也希望这项新技术在美国不被传统的思维所束缚，所以他当时找到了初出茅庐的通用电气。该公司不仅在创新方面享有盛誉，而且在生产增压器方面也有丰富经验。增压器使用的技术类似于喷气式发动机。阿诺德给了通用电气相当好的福利，他告诉通用电气，随便提条件，只要他们能够造出15台惠特尔发动机。至于是谁来制造第一架美国喷气式飞机，则是和通用电气同样清闲的现贝尔德仕隆的前身贝尔飞机公司。
时任公司总裁劳伦斯·贝尔亲自向阿诺德申请了特权，并在1941年10月3号获得了3台原型机合同。凭借这种新的动力系统，美国贝尔公司开发了 XP-59喷气式飞机，并在1942年10月进行了试飞。但试飞表明，使用早期离心式喷气式发动机的 XP-59性能平平，无法和当时最先进的螺旋桨飞机相比。当时美国通用电气仿制的 GE-1A 发动机推力仅为1250磅，后来改进的 GE-116 推力达到了1650磅，但仍显不足。这促使陆军选择另一家公司来制造他们的新款喷气式战机，它就是现在全球国防领域的龙头洛马公司的前身洛克希德飞行公司。当时洛克希德公司的首席飞行设计师拉克伦斯·约翰逊对喷气式飞机这种新兴技术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之前就曾设计过4种喷气式飞机。但在接下陆军订单后，约翰逊呢需要在保密状态下完成飞机的设计和制造。一位叫做卡尔福的工程师负责对外联系，他是一本叫做《Lee Arbor》的漫画的粉丝。该漫画呢以禁酒令时期为背景，为了保护私酒的秘密，酿私酒者将蒸馏器称为 Skog Work， 也就是臭鼬工厂。而卡尔福呢自称为臭鼬工厂的卡尔福。而臭鼬工厂也成为了洛马的秘密工厂的代称，即便首席设计师约翰逊非常讨厌这个称呼，不过当时臭鼬工厂的名头已经传开了，他也无可奈何了。约翰逊仅仅花了180天就制造出了第一架喷气式原型机，如此夸张的速度给当时的战争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新的原型战斗机将被命名为 XP-80， 其采用了从英国获得的最新轴流式 Goblin 发动机，推力达到了2700磅。然而 XP-80 实飞之后呢，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这也让美国军方再次对喷气式战机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怀疑。但最终让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让其发动机技术产生质的飞跃，以至于全球领先的还是其在2战后发现的2战德国遗产。美国空军将领震惊地发现，希特勒掌握的航空技术要远远领先于当时美国所掌握的水平。这让美国政府更加坚定地认为应该沿着喷气式发动机这条路走下去。2战之后呢，德国工业被摧毁殆尽，英国成为航空发动机的老大。当时英国发动机生产商以罗罗公司的尼恩发动机为代表，其特点呢是高油耗、推力低、加速慢、噪音大，是纯的工业废品。但傲慢的罗罗公司自以为占据了市场，压根儿懒得改进。普惠公司我们刚刚提过了，他当时呢正忙于生产螺旋桨飞机，从而错过了第一批喷气式浪潮，只能通过许可生产罗罗的4步型发动机。经过研究，普惠公司认为自己在喷气发动机研发方面落后其他主要制造厂商至少5年了，在战后环境中要保持竞争力，必须实现技术上的重大跨越。于是从1946年起，一场耗资巨大的研发战役悄然打响，新的实验室与测试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标是直指提升推力与燃油效率2大核心难题。想要解决这2个问题呢，有2种方案，一种是调整空气压缩机的形状，让其能够吸入更多空气；另一种则是安装2个压缩机，前后对着空气加压2次。通用电气便选择了第一种方案，因为其更加稳妥，而且在技术方面的要求更少。而普惠呢，决定赌一把，选择了无人问津的第2种方案。幸运的是，他赌对了。历经5年艰辛探索，普惠终于打造出了第一台双转子涡轮发动机 G57， 其推力跃升至10000磅，后续型号呢更是突破天际，达到了18000磅。而在推力油耗亦大幅降低，双转子发动机也成为现代军用航空发动机的主流了。G57的问世不仅装备了美军首款远程战略喷气轰炸机 B-52， 更是让 YF-100 战斗机成为了超音速平飞的先驱。从 B-52 到 F-100， 从 KC-135 到 F-8U，G57 以其卓越性能成为了众多军用及商用飞机的强大心脏。其衍生型号 G75 在材料学上获得了突破，在合金中加入了 7% 到 15% 的钛，使其耐高温性能更强，并催生出了 U-2 高空侦察机。后来 U-2 在苏联被击落，其技术呢又给苏联的超音速飞机技术打上了一剂强心针。
在冷战时期，航空发动机也是美苏双方进行的主要竞争项目之一。这武器的成功虽然为美国赢得了先机，但是后续的J-79项目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美军要求该发动机能够突破2倍音速，追求极致推重比与燃流效率的杰作。J-79在研发初期是步履维艰，进度滞后，一度让 XF-104战斗机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得不换装了小推力发动机，其后机身和进气口进行了重大修改，勉强维持飞行。除了J-79，普惠的另一款发动机 F-100也遭遇了同样的挫折。这款旨在突破耐高温材料技术极限的杰作，自诞生之初便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紧迫的开发时间表与有限的预算，如同2道枷锁，束缚着普惠公司前进的步伐。尽管研发团队夜以继日的奋斗， F-100依旧在技术与时间的赛跑中踉跄前行。虽然最后勉勉强强地完成了工期，但其设计却隐藏着硬伤，即高海拔地区很容易发生发动机熄火。虽然其强大动力与卓越性能一度让 F-15战斗机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但其可靠性问题普惠始终无法解决。据统计，从 F-100PW-100正式投入使用到1979年4月，美空军共使用了1100余台发动机，累计工作时间超过25万飞行小时，但是每飞行500小时，发动机就会出现一次故障。大兵说过，一台发动机的诞生，除了公司本身，还需要合适的土壤。对于那些在竞标中失利的失败者，美国同样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与关注。比如通用的 YF-120， 这款在 F-22 动力竞标中落败的发动机，却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关照下得以继续发展。因为它的竞标失败不是因为技术落后，而是采用了太多先进但是不成熟的技术，就像当年阿诺德少将引进英国发动机一样。而美国军方看到了这款发动机的闪光点，比如可变涵道技术，以及刚刚大兵提到的现代电子飞控系统 FADEC。所以在这之后，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持续为该发动机注资，使其技术能够得到发展和保留，最终成为了美国6代机发动机的技术来源。二战后的美国政府深刻认识到市场调控的重要性，并且通过立法与金融杠杆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这一趋势也深刻影响了航空发动机的研发领域。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航空发动机研发领域遭遇了严峻挑战，众多厂商纷纷掉队，最终仅剩普惠与通用电气2大巨头了，能够担当起点指第4代军用涡扇发动机的重任。面对这一困境，美国军方也意识到，单纯依赖企业自主研发已难以满足高性能发动机的超前需求，所以开始积极介入，并且大力扶持新发动机项目。这一转变标志着美国航空发动机工业从自由竞争的单一模式向政府主导下的调控竞争新模式过渡。所谓的调控式竞争，其核心在于整合资源，集中优势兵力，既保留了竞争激发的创新活力，又确保了关键技术的快速突破。在这一框架下，一方面，发动机各制造商竞相开展先进理论与概念技术的研发，通过频繁的演示活动吸引军方关注和资助。另一方面，即便竞争失败，美国空军也会通过技术演示项目，为那些富有创意但是暂未成功的竞争者提供资金支持，以保留其技术潜力，为未来技术储备奠定基础。美国国防部因此设立了大量的预研和演示项目经费，专注于性能指标的提升，而非短期实用产品的开发，旨在为新型主战装备铺平技术道路，其成果已惠及整个行业。美国高性能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头羊地位，正是得益于这种政府主导下的有序竞争和资源整合。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